闻大白话，那么这集我们带您看看最近的中国情势。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跑到了中国去，不过他讲到了美中挑战不会在一夕之间来解决。不过现在世界够大。大到让两国来共同繁荣。耶伦呢，在北京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说，他这一回访中的期间，跟中国大陆多位高官会谈了10多个小时，过程直接、实质，而且具成效。他还说，一次的访中之行没有办法立刻解决所有的挑战，但预期这一次的访问可以有助美中的新经济领导团队之间建立了具韧性而且有成效的沟通管道。不过，我们就要带您来先看看这个画面，这个耶伦到了中国大陆去。不过呢，这个握手哦，大家都说是不是有3部曲？首先，我们先带你来看看哦，这个7月6号到这个中国大陆之后，一下车呢就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财政部的国际司司长杨英明哦握手。可以看到呢，这个耶伦似乎把腰也弯得蛮低的，那么是拼命的鞠躬，这样子的画面也让大家觉得说，这一回是不是美国的态度不太一样了呢？再来，我们再带你来看到7月7号这个画面。7月7号的时候呢，他来见这个李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而且一直点头。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画面就说，好像美国比中国看起来高兴很多，而且是咧嘴笑，握手的时候还不断晃脑，所以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可是再隔天哦，这个画面就更精彩了。他见到了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呢，握手又鞠躬，而且还没有到拍照位置嘛，就冲上去赶快先握手。当下何立峰是有点吓到的，还退了2步。可是你有看到吗？这个耶伦还一直鞠躬，甚至呢，还没到这个拍照位置，还被指引到那边去之后。不断的在握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握手3部曲好像是这个美国在展现他们的友好态度的感觉。纽约邮报呢，他们就有找来一个外交礼仪专家，他说美国官员是不鞠躬的，耶伦滔滔不绝的鞠躬的时候，中国高层并没有相对应的动作来回应。这个就可能是美国软弱的象征。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耶伦会晤这个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他说美中应该直接沟通，而且是要公平竞争。他们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之后还一起吃晚餐。何立峰是习近平的核心人马，因此这场耶和会当然是备受外界关注了。那么耶伦当然是讲到说，应该要直接沟通啊，美中不是赢者通吃，而是在公平的规则之下，良性的来竞争。这句话他在见李强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做过，是不是就想要表达这一回美国到中国大陆去的立场呢？那么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何立峰会晤耶伦呢，他们新华社就说了交流坦诚，外媒就说中方谈及了气球的风波。那么新华社也说何立峰是以中美经贸中方的牵头人身份在北京会见耶伦，双方是进行了许多的深谈，而且会谈是具有建设性的。法国媒体就说了，何立峰在会上称，由于一些意外事件，像是气球事件、间谍气球，落实了两国元首在2022年峰会上达到的共识出现了一点问题，而耶伦就在会上针对美国限制对华输出的科技来辩护，他说两国政府不应该这类的分歧破坏那么蓬勃发展的经济跟金融关系。那么中方当然就回应了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的经贸往来，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的关切。而耶伦甚至在晚上的时候还邀大陆女学者来参叙，决策桌上唯一女性，她讲了这样她的经验，可以看到她请了9位女性一起来这边共进午餐。那么美中政府虽然存在分歧，但美国与中国人民是并不存在分歧，他是特别把这句话点出来讲。但路透社就说了，指责习近平执政的期间，中政界和政府高层的职位女性人数有所下降，政治局24人名单就没有女性代表，7名常委的名单之中也没有女性。不过现在耶伦到中国大陆去，好像创造了一个友善的氛围，又是握手，又是鞠躬，又是点头的。但是现任官员罕见会晤，他们就说了，是不是凸显中方不愿意脱钩了呢？学者就分析了，中高度重视这耶伦这一次的访中行，凸显出是不是中国也不愿意脱钩。那么美国的亲美媒体也报道，他们说不愿减免穷国的债务，纽时接中国现在自身难保。不过看起来在经贸上面还可以谈，但是军事方面似乎是谈不了，怎么回事呢？布林肯耶伦访中待遇大不同，北京跟美交往比较重经济，但是很抱歉，军事仍旧卡关。跟布林肯到访的时候，大陆媒体的舆论敌意比较深不一样，耶伦获得的关注相对于是友善跟热络的。中国官媒也议论这个
叶伦呢，他其实他是一个西方人，但是他用快嘴用得很熟悉，还大啖云南料理。因为叶伦背后是强大的、庞大的企业还有投资，但美国寻求重启的军事管道，中国依然不松动，显示北京对美重启交往还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可以看到呢，叶伦就讲到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惩罚性行动，对价者等关键的矿场实施出口的管制，认为美国制裁陆企。是寻求健康的经济竞争来加惠美国工人和企业，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反制，是中国利用非市场手段跟采取惩罚行动对付美企。怎么会这样子讲？有网友就说拿刀叉吃人肉还不吐骨头，美国有资格说这一些鬼话吗？不过可以看到7月9号联合报的报道，美国高层相继访北京，大陆学者认为双方的对话不让步，美中关系仍是越加的竞争跟斗争，而且自2022年习拜会到现在，没有哪一方给予或者是准备给予对方重大而且经久的让步，所以看起来呢，目前中美关系还是处于角力的状态。介大使，我们想要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叶伦哦？又是鞠躬，又是握手，又是弯腰，好像把姿态放很低。没有，应该是很高兴吧？应该是因为外交的谈判，有的时候双方他有时候他不会立刻把很具体的东西就公诸于世。我想，如果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他也不会这么客气这是相当客气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其实他这次去中国大陆可以说是高规格接待。我们不要看他有没有红地毯，而是说他见了哪些人。那他从李强到何立峰，何立峰是副总理对，当然是财长和他。可是呢，还有最重要的，他也特别提到那个潘功胜，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党委书记那另外也传言他跟这个刘鹤也他的老朋友刘鹤也见了面。所以在短短的这个2天中，他说他跟中国大陆官员一共举行了1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会谈对。那么他最后在最后一个黎华之间的记者会，他讲了3个字他说实质具有成效直接实质且有成效。这个实质且有成效这3个字是高度评价，有成效不容易那他没有讲说有什么这个距离因为整体来说，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经济问题上是合则两利分则俱伤。那么军事上当然是对抗的姿态很强，可是在经济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礼拜一华尔街的股市跟这个上海的股市怎么反映这个叶伦。不过我想一个叶伦这么有经验的一个这个财经官僚高层官僚，他一定知道他讲任何一个字，第2天都会反映在市场上面。对，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评断，对自己这个2天访问那么我想他希望是外界得到的是正面的消息，因为经济除了实体面以外信心很重要。美国现在的经济除了实体面，美国人自己要努力的话，他也需要很大的信心。没有错。而且未来拜叶伦的他自己最大的挑战，他要发1兆美金的美债。那这1兆美金的债，如果都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财经机构或者美国的私人投资人拿的话，那会缩限美国在这个所谓的融资市场的资金，对美国的经济是不利的。所以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这个机构来买这个美国的债，就不会排挤到就是说美国自己人买的话，那这些钱都去买美债了，那银行就没有足够的钱来贷给中小企业，私人也没有足够的钱到社会去消费，这对美国经济不利的。所以叶伦虽然说过去美国的债大概都是60%都是美国自己买，可是这一次他当然是希望外国政府多拿点钱来买。那现在你以世界各国的这个财政状况来讲的话，那这个钱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大陆。对，所以我觉得他说去谈什么人权，谈什么，我觉得都是外界的渲染啦。那谈一些他自己要负责的场域就是美国的财政。那他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美债谁来买？那我想他的着力点，他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
那我想他看到人就鞠躬啊。真的借钱的人，如果借到钱的话，那个腰杆子会特别软啊。对于愿意出手哈，能够给点钱的啊，那一定是哇由衷的感谢啊。那所以所谓的一文钱啊，逼死英雄好汉啊。那叶伦不晓得是不是英雄好汉啊？那么能够搞到一点钱的话，那腰杆子松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好，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刘教授，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叶伦到了中国大陆之后，那么一直在强调，是不是双方可以共同繁荣？您是怎么分析的呢？对，我们晓得叶伦呢，他基本上他是美国政府里面对中国的鸽派。他是鸽派，他在任命的时候，他当然签证会参议院任命的时候讲的比较凶，然后从此以后他整个态度就是一个鸽派。那鸽派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所以中国大陆对叶伦到大陆来访问但相对来讲就比较温和，也比较友善啊。但是我特别看到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在他后来就是访问离开中国的一个记者会上呢，他讲他是一个鸽派，但是国内还有鹰派。对不对？那我不能跟鸽派以后，然后鹰派跟中国的政策怎么做呢？所以他也强调说，将来如果安全的问题，那么因为出于安全的考量，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这个还会再继续下去啊。他并没有说我们从此就怎么样，没有，他还是很坦白。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很坦诚，就是最后对中国的这种投资还是会限制，但是这会非常的透明，而且规模会比较小，而且非常聚焦就不会说整个是这个一起的怎样制裁你，不是透明，然后规模小，然后聚焦，然后特别强调呢，我再怎么样用安全上怎么来对付中国呢？我的目的，美国并不是想占中国便宜，也就是说，我不会防止中国的整个崛起但是中国大陆最怕的就是这样，我要发展，你在挡我嘛？那叶伦说没有呢，然后谈到说比如说供应链的问题。供应链问题呢？你看前一阵子大家最流行讲的叫做去风险化，但去风险几个字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那么叶伦这次他就没有用去风险，他用叫做多样化。他说对于各种的关键的供应链要 diversify 多样化，就是引起争议的字不用了要多样化。那所以那你说那税的问题，人家问他说税的问题征税嘛，那川普对面的征税现在在评估但是评估还没有完成但是还继续还会在评估，就表示我是友善的，我内部有温和的也有鹰派，但是我们怎样去平衡我的友善和我们的鹰派？那么他最重要的还希望去找说跟中国大陆能够找到有合作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合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他强调气候变迁嘛中国大陆你要拿出更多的钱我们再共同来做对付气候变迁。第二个呢，那就是对穷国的债务问题，那中国跟美国可以一起合作，找到他们可以合作的点。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这一阵为什么你说这个官员内阁官员，你说从布林肯，然后是叶伦，然后下个要觉得就是凯利嘛，凯利就是拜登的气候特使 Kerry。那凯利去呢？那刚好叶伦这次就铺垫啦，他说我们这次气候变迁可以怎么合作？那么凯利去，那就接着可以谈气候变迁。所以他们这三个去是一套的，是协调好的，是希望能够稳住整个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中国大陆呢，当然看有些鹰派，有些鸽派，那我给你一些不同态度。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希望能够为将来中美关系的这改善做一些基础。但是石英红讲的也对。石英红他讲的是说，整个跟美国官员来谈半天呢，如果没有具体的做法，谈了半天，但是中美关系还是往下行那所以在这谈完以后，所有的冲突都不可能是一次就解决了嘛。谈完以后，我们看后面的后续动作是什么，我们才看到它具体的结果如何沉淀，然后如何呈现。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海明哥，这一次叶伦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当然了，规格蛮高的，而且呢，他们经贸都可以谈，但唯独好像军事就好像没有开启这道大门。中美之间的军事很难开启这个大门因为目前双方剑拔弩张，态势也没有减弱的迹象。美国在南海、在台海这边的巡航也没有中断。所以，当美国这边并没有退却的时候，中国大陆这边也不可能示弱，所以双方这个对峙的状况，我认为还是会再持续。那问题是，这次叶伦去，我觉得中美双方经济，他们没有对外宣称的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也就是看起来他们似乎有彼此在经济上面的对抗是有一点点缓和的迹象。那当然，这要看到未来后续他们会采取哪一些措施才能够真正决定。可是显然叶伦看起来是有所收获，看起来是这样了。那只是他必须要在
某一些场合里头，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美国在台不是在华商会演讲的时候，他必须要讲得很强硬，那其实是讲给竞争对手听的，是讲给国内的那些反对的人士听的，表示我并没有对中国大陆示弱。那可是你看他这种就是又鞠躬又哈腰这种状况，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对叶伦来说，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让中国大陆买美债，然后在经济上双方能够开启一些合作的契机。那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鞠躬哈腰有什么不行？那反而是我们去看过我们自己的官员，去拼命去跟人家鞠躬哈腰，然后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还要去送人家东西，那不是更好笑吗？所以我觉得叶伦至少在很多地方做的比我们台湾的官员好多了。那我觉得美国有一些媒体的解读很怪，他说，他不凸显中方不愿意脱钩，好像讲的一副你中国不是很厉害吗？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脱钩？中国大陆对美出超3850亿，一个每年让你赚这么多钱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跟他脱钩啊？我当然不想跟他脱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想跟一个人每年让我赚3850亿，我干嘛跟他脱钩？我有毛病吗？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解读？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自由时报》去引用纽时说什么中国自身难保，因为你不愿意减免穷国债务，美国愿意吗？欧洲愿意吗？大家都不愿意减免穷国债务啊！我觉得纽时这个说法，《自由时报》这种说法讲的一副好像你中国不愿意当盘子，那就表示你有问题。这到底什么逻辑？我真的搞不懂。那你美国自己先去减免穷国债务啊，显示你很强大，好不好？去啊！那你怎么不去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解读本身都有点偏颇。那看起来，我个人是认为这一次看起来双方在经济上可能某一些东西是有达成一些共识的。那当然还是要看未来实际上真正付诸行动之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定。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带您来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要带您来讨论一下，这个秦刚到底是去了哪里？怎么消失了2个星期呢？我们现在带您来看到的是，有人说这个秦刚怎么失踪了，而且是消失了12天。大陆的外长对外行程也取消，外媒都在问他人去哪里了。从6月25号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了。外媒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就问到，是不是因为健康因素，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吗？但汪文斌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那么北京当局呢是取消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的访华行程，所以这个时机点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波瑞尔原本要跟秦刚来会面，突然取消，而且没有解释，外界就说是不是跟秦刚自己有关系？再加上昨天跟今天2天，秦刚算一算已经消失了14天，等于2个星期，快半个月了，微博也完全没有消息。那么叶伦正在中国谈合作，没想到布林肯又拉84个国家来开会，又扣来一口大黑锅。布林肯7月7号主持线上反毒会议，招来84个国家跟国际组织，呼吁各国要加强对中国的督促，寻求切断非法供应链。那么甚至讲到了负责国际禁毒和执法事务局的驻青罗宾逊在记者会上呢，把毒品泛滥的责任引向中国，指责中国不愿意呢在禁毒方面跟美国合作。叶伦才在中国寻求合作，没想到布林肯在另外一边又开了个战场。可是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布林肯促东协制裁缅甸，反制中国。布林肯将于7月13、14到印尼参加东协成员国的外长会议。布林肯到时候呢会团结东协国家，期望对缅甸军政府采取更强硬的举动，以及反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东协现在是不是不选边站了？因为美国、越南升级为战略伙伴吗？担忧激怒中国，专家说没有切实的利益，越南根本不愿意来挑战北京。越南重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但不升级美越关系，便可以避免高风险跟低回报的局面，继续发展跟美国的伙伴关系，同时又能跟中国有相对健康的关系。但是因为现在越南面临到的是缺电问题，尤其刚刚我们还在讨论到，今年真的是地球都好热好热，那么现在呢？电的用量当然就更大了，他们的隐忧未解，国有电力集团就说了，未来2年会更艰困。越南缺电的状况很严重，那么中国时隔7年重启对越送电。5月底呢，中国就跟越南签订了一个购电协议，每个月供电量来到了3000万千瓦。那么可以看到，危机现在一触即发，在南海的部分争议海域，中国的渔船激增，菲律宾警方也示警了。
那么今年2月，约有10多艘中国渔船已经集结在这个那么到了6月，已经激增到47艘。那么菲律宾西部军区的发言人就走到了中国必须停止船只的集结行动，尊重我国主权。中菲南海交锋之际，美国现在要重申他们要来保卫菲律宾，继续拱火。中方现在也发出警告了，因为最近中菲两国海警呢在南海再次发生了当面交锋，中方的军舰对于擅闯仁爱礁的菲律宾船舰呢开始来拦截。那么现在奥斯汀国防部长他就重申了，他说美国对保卫菲律宾的承诺，美国却公然怂恿菲律宾再来一次。现在中国外交部也不忍了，说美国在挑拨离间，其图谋绝对不会得逞。美国是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么能指望领导西方呢？那么现在有人就讲到了，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的问题上跟中国存在分歧，也被认为是西方盟友。然而他们不结盟寻求改善跟北京贸易还更广泛的关系，并警惕卷入不断升级的美中紧张局势。过时的2分法不再有市场，华盛顿无法在民主与威权主义之外呢，还发展出另外的一套方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秦刚已经被算出14天人都不见，连微博都没有出现，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警讯？这个当然，我想敏感的都会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啦。不过，秦刚事实上的话，他也有可能是私人原因啊，也可能休假啊，都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不过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做任何回应，可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吧，我认为。那我们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再看嘛，再等一段时间看。不过这也反映说，其实秦刚好像看起来在国际政治上也变成影响力很大了哈，因为他随时受到各国的媒体的关注啊。那我想他背后当然应该反映出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啊，越来越重要。那么中国的外长的话，10几天没有出面的话，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那日本的外长如果2个月没出面的话，大概也没人会注意吧，对不对？那吴钊燮我也好久没看到他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再看一段时间。那不过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尤其在这个芬太尼的事件上啊，它事实上是过去跟中国大陆是有关这种毒品方面的双方的一个协调的机制。可是就是因为那个裴洛西去年来台湾以后，中国大陆连断了10几个跟美国方面的一个原有的沟通机制，那中间一个就是跟芬太尼有关。可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芬太尼的问题，他们对美国觉得是有点无理取闹、莫名其妙，因为美国事实上芬太尼没有变成一个加强管制的药品，也就是它取得的门槛还是照往常一样。那中国大陆说，我的芬太尼，我这边都是强烈管制药物，虽然它是最高效的这个止痛剂，可是呢，它很多这个毒瘾的人把它拿到当毒品来使用。它本来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止痛药，那只是美国的这个吸毒的人把这个拿来过瘾，结果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那美国就说，这很多国家就说，那你美国你加强管制这个药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可是美国不加强管制。可能就是说，这些药商事实上在美国的这个国会的游说力量很强，拜登也没办法，他不通过法律，你也没有办法去加强，加强。所以呢，你自己不解决自己问题，你去怪别人。那问题，你美国这些产品产的这芬太尼，没有一颗是中国制造的，那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因为它有个产业链，里面有些原料是中国大陆的。那问题就变成这个原料基本上不是专门给芬太尼使用的，它是可以给芬太尼，又可以什么泥、什么酚，什么都可以用的。那你买的人会跟他说我来使用芬太尼吗？可是如果芬太尼它如果是正常使用，它去做个止痛药，那它也可以购买啊。那你怎么会把这个账算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就是说你甩锅也甩太远了吧？你自己该负责，你这个政府自己该负责的，去甩锅甩到这样。可是说实话，美国现在基本上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说找不到题目整你。对，现在找到这个题目呢，不但你他美国现在自己一个人还搞了84个国家一起来。那其实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不需要退出，你就去把事情讲清楚了，那就很清楚嘛。
而且美国这个国家常常因为它国内政策失当，贫富不均很多人自暴自弃去吸毒，校园就很严重，然后到社会更严重，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引诱别人去制造毒品。以前我有一些中南美朋友，他们就说，我们本来不制毒的，都是你的美国的那些毒贩，因为他在美国不好中毒，他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中毒，因为你美国的市场大，他总要找人帮他生产，结果把这些国家都拖进去了。所以基本上，那些中南美洲的朋友，他说，到底是消费产生毒品呢，还是制造产生毒品？那他们认为是因为消费的问题。你如果不去阻止那个消费，你不把需求切断，你去找有人供应，那是不公平的。那这个当然，中国以前也有这个问题，鸦片战争以前，那中国就是怎么样，要一方面吸毒的问斩，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让你停止供给啊。可是那英国就派了军舰来说，对不起，你不能进鸦片，鸦片一定要卖，所以呢，我用军队来卖鸦片，这个是曾经有一个国家干过。了解，不过我们想请教一下刘教授，你又怎么看呢？就在耶伦呢访中看起来大有突破之际，没想到布林肯在后面又做了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中美关系会不会又再升温一些呢？当然，中美关系当然还看后面，刚刚讲还看后面的发展嘛看他们还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东南亚这些问题刚刚我们看到你说像越南被人家叫做说地理上的摇摆国。因为它的位置也都是在摇摆，所以它不会轻易在中美之间的表态。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画面上一些，你看这个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明正到上个月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可是问题是上个月呢，美国的雷根号那么航空母舰也停在越南，那日本的军舰停在金兰湾，美国是在岘港，是不是？那印度也来。也就是说，越南买很多武器，韩国也来韩国也买武器，美国都一方面买武器，一方面呢，越南也非常的小心，他说我不会把他这个全面伙伴关系变成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他这里面做非常的小心的一个平衡。菲律宾也是，但是菲律宾跟越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菲律宾本来也是像这个小马可斯上来，他是亲美，但是不见得反中。但是中国大陆很明显在下个棋，所以他有大批的船的什么在仁爱礁那边挑衅。这仁爱礁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间的领土的一个争议。那菲律宾呢，就是停了一个沉船嘛，一个破铜烂铁船沉在那边，然后说那这是我的然后动不动就去补给，要去补给。那个中国呢，就是说你去补给，我去阻挡你补给。那么几个月前还用这个镭射光去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补给的船，让他没办法去补给。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船去围这个菲律宾的海上其实也在测试。那测试菲律宾当然不是测试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所以美国才会讲说那你这样测试我，那我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可是如果你这样子玩下去，让菲律宾呢本来也许可以在美中之间的摇摆，但菲律宾越来越往美国这边去靠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整个战略上不见得是个成功的或者一个聪明的做法。所以我们就下次看，就是中国大陆对菲律宾的政策，它是不是会调整？那么菲律宾跟越南这两个的摇摆国，他们的外交跟他们最后端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不过想要请教一下彬哥，现在这个中国跟菲律宾有一些争议，结果没想到美国还在后面煽风点火，你是怎么看？因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啊。因为其实美国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跟这些南海周边的国家签好了南海行为准则，那如果一旦签了，以后美国能够在南海这边晃荡的借口就少。所以他是要全力阻止中国大陆能够跟南海这些国家签订这个协议。那他怎么阻止呢？就是不断的希望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甚至印尼也好，这些国家都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那这些国家会不明白美国在干什么？他们当然很清楚啊，他们也不是傻瓜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力跟中国大陆发展经贸，那尽量不要有军事上面的冲突。因为大家心里头都很清楚嘛，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实力有多强，然后他的船队有多少。你在南海这个地方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美国说要声援你，可是美国到底来了多少船？那到最后一旦真的起了明显的冲突，谁会吃眼前亏？当然还是南海这些国家。所以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嘛，能够不要冲突就尽量不要冲突。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在做一下收一下，
一下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看之前就是在那个菲律宾那个破船搁浅那个船那边，因为菲律宾在上面有户籍，你知道，上面还有人在上面生活。那他之前要去补给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开放，你要去补给就去啊。然后菲律宾还做了一个蠢事，他们有一个将领还偷偷混在那个补给船队里头，然后进去上面还弄了菲律宾的国旗，讲了一副好像他很成功一样。我不知道一个将军做人像小偷一样有什么好，我也搞不太懂。那他就这样显摆了一下之后，中国大陆又收紧了，就是你要去补给，我又不让你去。那所以双方在那边一直冲突，但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不会想要跟菲律宾发生真正的冲突。他到最后，我觉得他是想要迫使菲律宾重新回到谈判桌，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菲律宾因为现在有美国人的压力，所以菲律宾其实也两面为难，也就是他并不是不想跟中国大陆谈，只是因为美国不让他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小马可斯他现在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中美之间找到另外一个生存的方式。那越南同样也看出来美国这个企图，越南他现在连电都要靠中国大陆，他怎么可能去跟中国大陆起冲突？他跟中国大陆一起冲突，人家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帮你停电就好。所以对越南来讲，他当然也不会去走向那条路。所以亲美可以，但是我也不会跟你走得太近。而且不要忘记了，美国才是杀越南人杀最多的。来看看美中关系，美中关系当然是影响着台海关系。最新消息，叶伦今天在结束访问之后，准备要返回美国了。而结束大陆情之前，最后举行的这场上午的记者会哦，被眼尖的媒体就分析发现，又有出现熨斗来了。国旗立刻在记者会前在熨斗，跟过去布林肯一样哦。当然，央视记者还用很酸的语言来形容说：“哎呀，估计是美国国旗压箱底时间长了，皱巴的多了，得要熨烫烫。”但的确这趟叶伦来到中国大陆的访问，引起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分析讨论。因为包括了他所接的层级其实不低哦，何立峰都已经见了叶伦，而且在昨天的会面里头已经指了一件事情，叫做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中方必须关切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冒出这句话来，意思就是说在抗议中方对于美国在原物料上面的限制出口，而叶伦也说，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前景，中美必须进行密切的沟通，交换意见。那这个见了何立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是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为什么引起这么多讨论。看到画面上可以看到握手这一刻，一箭步向前之外，鞠躬了3次，这个很难得看到的一个官员见面的场景。那何立峰因此还退了2步，让他可以往前。这个动作不管在美方或在中国的媒体里，都引起了非常广大的讨论。后面还有一个人赶紧要把他拉住，后面一点，不要再冲了嘛！我不知道，但的确看起来他是一箭步冲上前去，这个冲劲啊，真的是马力十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当然，大家怎么分析讨论？前白宫官员布莱克曼就说了，这种姿势啊很不体面，美国官员永远不会低头，不像他低着头鞠躬了3次，这就像是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学生是中国喜欢的样子。美国作家也说，他说何立峰甚至退后1、2步，给他更多磕头的空间。还有网友一直说丢脸死了，叶伦快回家了哦。纽约邮报，这都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哦，认为叶伦一直鞠躬，但何立峰并没有以相互动作作为回应，这个是美国软弱的表现。当然哦，叶伦对于一个官员应该呈现的样貌会受到高度的检视，因为这一趟的确是相当的受到关注。其中呢，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毅轨就说了，中方高调接待叶伦，有些绵里藏针的味道，看似殷勤，其实凸显了中方要夺得2国经贸主流的主导权。例如，叶伦启程到中国访问之后，对于镓啦、锗啊这些出口管制，就是为接下来的美中交流创造筹码。当然，美方也是对晶片啊，或是连社群网络的这个平台的限制都直接宣布，甚至说
中国是旅游危险不安全的国家，再加以警告哦。所以当叶伦到北京去的时候，碰到李强，李强说经历风雨之后，我们能看到更多彩虹，就是下了雨。刚好抬头看见彩虹。那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长杨一鸣说，带着诚意互相尊重，才能雨过天晴。那网友酸一点，网友帮他解读，就是说，哎呀，是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懂吗？彩虹的颜色啊，这可能就是解读啦哦。但无论如何，他的确借到的层级也不低，也的确做了很多的沟通，有没有效呢？其中一场呢是在叶伦跟6位中国女性经济学家共进午餐的交流会上，那餐厅大家笑，还叫做 Made in China。但大家笑说，其实现场所在的这些所谓经济学家里面，甚至还有小说家那大陆网友会比较严格的来检验，说他们几个人代表中国人吗？写小说都能去，因为亲美才被找去，这些立场的问题也会被关注。而美国财政部长终于一直想要去中国嘛，但才刚吃完云南菜就痛骂北京一事，也让中国网友很不能够接受。他痛批中国对美关系的惩罚性行动，还有对锗啊、镓啊、锗啊这些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那网友很愤怒就说你这个当强盗久了，突然被中国反杀一枪，还哭着说你怎么可以打我那当然，这双方的这个危机感还是在的，尤其是访陆行有没有办法真的对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的突破，这件事情很受关注。布林肯、叶伦都去过了，但是军事上的沟通管道要建立，热线还是没有恢复。北京选择性的跟美国交往的这个程度是很清楚的，例如呢，美国寻求重启军事管道不松动。所谓的选择性往哪里走？接下来当然也不知道叶伦谈到底有没有对于债券或其他的相关议题真的可以做到什么合作呢？而美国的景气下半年被说走势不乐观，这是来自于美国财经周刊巴龙的报道。因为接下来7月、9月还有2次升息的可能性，股市预估值已经相对的不乐观。那加上利率持续走高，2023年下半年更可能演变成1987年的翻版吗？美股投资人下半年都要担心乐极生悲，因为呢，1987年的情况跟现在的利率环境非常的相似嘛。教授，我觉得叶伦其实是拜登政府的吉祥物。吉祥物，他真的是吉祥物，相对友善啊，相对友善、理性，然后呢，就经济谈经济，那是所谓的鹰派群局的这个拜登政府当中的少数的鸽派。那其实他在中国大陆还蛮受到重视跟欢迎的那你看到，我看大陆这些许多媒体的报道不要完全只是看网民的这个回应，看媒体的报道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给予他是蛮重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全世界到中国大陆内部也都知道，叶伦来其实并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这种实质的进展。那果然，他开完记者会离开了。现在你看到没有降关税，对不对？也没有任何针对科技战的管制的问题，反而是他在写给他要他讲的东西，管制的部分、人权的部分、安全的部分，他都照本宣科的谈了。那他见何立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就是激动。我用激动这2个字，你看看出来，因为他4天3夜，其实主要是这个前面这2天那最后见到了何立峰，何立峰才是现在真正拍板定案的，因为跟李强的见面其实是比较仪式性的因此他是想要去谈，在这个场合要去谈问题，你就可以知道他要谈哪一个问题，他就是希望中国要跟美国多借一点钱，买一点美债，这个东西当然没有公开，我相信何立峰也没有任何的承诺，对不对？所以等了半天，终于他自己的业务要见到何立峰，他很激动，像是见客户的感觉，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我其实对于他，我不会太苛责了。那当然，美国的一些网民啊，大陆的一些网民呢，会说这个一些尤其是美国一些网民美国的媒体也很不买单。对，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布林肯到这个叶伦，接下来隆蒙多都还想要去中国大陆呢？你没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这个政策，也没有具体的改变。对不对？你想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美国自己才叫始作俑者，你的所有的制裁，你的所有的这些不公平的作为，你的所有的这些管制或者是惩罚，从关税到这个科技战，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有3个理由2个是双边的，一个是国际的。
第一个双边就是中美双边的，美国还是有求于中国。你看看布林肯，然后呢，布林肯我觉得有求于中国是在俄乌战争的问题啊。然后呢，耶伦很清楚就是美债，没有别的东西啊。那现在到底美国马上要发行大概4000亿的美债，那年底以前要发1兆5千亿，谁能够买？是不是？当然中国大陆是有能力买，而且他手上一大堆美元。可是呢，他会买吗？那这是大的问题。我觉得北京的立场一定是战略模糊，也就是说，那看你的反应。你如果反应好，我买一点，我帮助你，对不对？有助于共同的维持国际的经济的合作。但是呢，你如果持续的对我制裁，你如果持续的讲那些这个有没有的话，像拜登最近又讲话了，在警告习近平，那你怎么可能要我来帮助你呢？这不是请朋友帮助的这个态度。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有求于中国。第二个，他表现出来一个危机管控，因为他知道当这个事情紧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一个对话，需要一个管道。而这个到目前为止，从军事、政治到经济的管道，事实上都缺乏，所以他要从高层的先开始这个建立。那第三个呢，是针对国际，也其实主要是针对他的盟国，表现出来说，你看我虽然要你们呢跟我一起制裁中国，不可以在这个开放任何相关的这个科技产品，从华为到这个半导体，但是呢，我跟中国大陆是竞争关系，我是在维护这样一个竞争关系。你看我的。就是说，这个高官不断的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尽管他们不喜欢我，尽管他们给我们这个就是说一些冷的待遇，但没有关系。我们美国作为大国，我们是在维护这个竞争关系。各位，这就是大国懂得外交，这表面上的东西嘛。所以表面上是竞争，实际上是对抗。一切的这些作为，最近的采取的一些动作，其实都是持续的在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以及经济的这个挑战，所以你就看到这一些美国做官的也很辛苦了，因为他也要做这些秀，你知道，他不只有求于中国维持这个管控的这个管道，那要做这个秀给就是说国际媒体和这个国际的盟国看，他们现在是跟中国竞争，但是大家都知道，连续几次，大家难道不知道吗？中美的对抗事实上是回不去了。教官，当然就像教授讲的，耶伦一直是所谓中美关系里头比较善意的鸽派的代表，但这一趟去呢，还是当然有没有达到目的，大家外界是持蛮保留的态度。其实我个人来讲，哈，对耶伦是很尊敬的，因为他是一个，他在美国来讲，他之前当过这个美联储的主席，而且也当过财政部长，所以他对专业的文官，对，他是专业，而且他先生是还拿诺贝尔奖的这种经济学者。那我个人来讲，对他来讲是非常尊重，而且大家要知道，他耶伦，他虽然说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但是他跟其他国家财政部长不一样，因为美国的财政部，美国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不只是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可能只管自己国内的这个财政事务，还有预算、收支等等这些。那耶伦他的财政政策往往会影响到全球国际的金融还有经贸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耶伦到中国去访问，受到全世界各国的重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一举一动，他的跟中国的谈判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就去之前，其实他们都已经讲了嘛，就是不预期有什么这个成果，对，已经先打预防针。今天离开嘛，今天离开他讲了什么话呢？就是中美有还是有很多的分歧，必须要直接沟通。可见呢，他去了这一趟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成果。对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可以说经贸战从这个川普时代开始打起，刚开始是从关税从3.多%、3.8%，一直到现在19.38%、19.3%的这种关税征收，其实这关税征收就最后是伤害到谁？伤害到美国自己的老百姓，因为他们这个需要自己还是需要这些东西。中国是制造业，还是需要这东西。所以第一个，我想说关税这方面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第二个，就像杨老师所讲的，我个人预判他去借钱可能借不到钱了，因为第一个，我们从几件事情来看，第一个是
中国才前几天好像还买了200吨的黄金，所以可见他买黄金的状况下，他可能就他不见得会继续抛美债，可能他也不见得会买美债，所以耶伦才会讲这种话，就是说可能还要再继续持续的沟通。第三个，我觉得说两方面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对中国持续的这个经贸的制裁，从最近的这个 AI 智慧还有云端的这种运算对中国实施制裁，那中国也反制啦，对价跟者这两者的这个管制出口。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到最后吃亏的会是美国，为什么？价跟者这两个是原料，原料的东西你没有就没有，对不对？技术的东西，云端计算跟 AI 是技术，技术你后续来讲你可以去研发，有可能说在几年之内赶上，但是原料你没有就没有。那大家不要讲说美国自己有储存哦，价跟者这两种东西，第一个你的技术，对不对？你自己的原料，第三个中国还有提炼的专业的这种专利，这方面你如果说没有的话，全世界各国其实现在来讲，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等于釜底抽薪，要看中国脸色比较多。看中国脸色嘛。耶伦这一趟当然是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啦，当然也看了不少脸色，也做了不少努力。郑老师，耶伦大概我认为不只是做啊，他比如做一个财政部长的工作，事实上他还是这一连串从布林肯到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瑞里的代表气候要去，是应该是整个中美关系中的一环。所以你看，严格讲，他这次连那个李强都见了他了，那个副国严格他等你说财政部长跟财政部长见面就好了，所以他还是中美关系总体的一环，后面还是应该反映的拜登的意志哈。那政治跟政客本来就是尔虞我诈，表里不见得如一的。那这次有趣的是说，刚刚一开始讲到他连续点了3个头，甚至鞠了3个躬，肢体语言呢恐怕还是比较表露的真相。我先讲哈，美国人他是这样的，老子天王，老子天下第一，全世界都听我掌握，我要你东就东，我要你西，我要讹诈你就讹诈你，全世界没有人敢反抗的，而且要点头称是。你看看那个岸田，你看看那个韩国那个尹锡悦，拜登稍微招手，啪就跑过去，美国认为这个才是正常的。结果这一次他跟中国的整个关系里面，搞到老共后来开始说你要来见我不理，到最后变成说你得不断的来拜托，从布林肯到现在，在这种关系上，对美国人来讲，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难堪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一边有求于人，可是面子要撑住，一边软一边硬，一边软一边硬，这是表象。那中国人就很不吃合，你要来拜托，你要来请求，姿态那么高，那我们就回来问实质的。我认为这次恐怕多少有捞到一点。那你看他讲说，这次他10小时是直接的、实质性的、有开展性的。那么对于未来，他竟然讲了一句是说，世界很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的发展。注意，是习近平先讲说太平洋很大，容得下2国的发展，第一阶段。后来他说世界很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的发展，因为时间有限。我认为这次有取得一定实质的发展，但是2个中美关系从此就因为这样开始改变吗？开始真的不脱钩，开始缓和吗？未必。那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说，美国现在压力这么大，要来借钱。中国会不会变成是龙虎与蛇？应该是拖垮他，应该借机整垮美国的时候，结果被美国人骗了。你帮了下度过这个关，跟过去一样，结果到时候又被美国反咬。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中了计？这个是值得观察。但我认为中国大概没那么笨。我是同意刚刚杨老师讲的，恐怕先有讲好，那是阶段性。给你一点甜头，那就看你相对兑现。比如说你关税降不降，那对美国人来讲，他不可能现在就都答应。那他大国怎么混？你看看有求于人，姿态那么高，所以他那个肢体语言那是最清楚的。那个李强讲说见着彩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讲的最彩虹有2种解释，一种是给你颜色瞧瞧，也可能是雨过天晴。我认为说现在就骑在雨过天晴，可能太天真了。真的，美国就是一条蛇。你救不得他，但是在中美现在是不是到了决战的时候，还是阶段性的，大家缓和一下。我认为耶伦这一次应该是一定程度达成他的任务，取得他一部分的成果。美国当然棍子跟红萝卜都一直重复在用，尤其是棍子当然用得多，当然没有立刻缓和的可能啊。看看布林肯就知道了。现在他转进东协要访问当中，访问东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说要促进抗中缅啊。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说，这17号到15号的访印尼东协成员外长会议，旨在团结东协，反击中国在南海的作为，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完全没有在演的，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要在中国的南海这边的地盘上面围堵
中国的势力，所以当中国要东协举行新兴产业论坛，合作侧重电动车啊，还有中国跟东协的产业继续写经贸合作篇章，这些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美国耳里当然是担心跟急着想要去阻止的。中国的跟东协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不止活力还有韧性。这个说的话是东协秘书长高金洪说的话，但美国有没有办法真的阻止东协跟中国越走越近，经贸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呢？比方说，就在他访问东协的前夕，突然间几个影剧新闻出现了哦。芭比这部电影九段线地图的争议，越南宣布封杀，因为他把地图上面九段线这个现在目前中越的争议的地段划为这个地图是中国所有，邻近的菲律宾也考虑要跟进来禁止这部戏的上演，还有包括 Pink 这个韩国团体的表演，也说因为出现了这个地图，准备要加以限制甚至抵制当中哦。Blackpink 的九段线争议，执行长说是个不幸的误会啦。那官方说要调查了，但他们主办单位说就是个误会，现在会不会真的在被抵制，甚至取消演唱会也还命运未卜。那在布林肯访东协之前，九段线争议有连环爆，但拜登呢，最近最新的消息是拍板要卖给乌克兰，叫做集束弹来援助乌克兰哦。其实还有最新消息是，乌克兰刚刚承认了2022年曾经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的事情是乌克兰干的。所以是不是现在当时都还不肯承认，这个时间点要承认，是因为手上已经有拜登援助的集束弹，让他们更有底气了吗？集束弹是什么？1899年海牙公约明文禁止使用，因为呢它极度的残酷，这样的残酷武器可以释放数百个小炸弹，在大范围之间呢，直接巨大的杀伤力，造成这个成为地雷的概念，威胁大量的民众的性命，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伤害人命，是迫害性非常强的武器。所以英国、法国、德国这123个国家都签订了集束弹公约，把这一类的弹药定义为非法，不可以在战争中使用。但是美国并没有签署公约。但是呢，白宫对于你要卖给乌克兰这个武器是要做什么呢？他的回应是说，乌克兰已经不是卖，是送吧哦，保证会将平民遭受的风险程度降到最低。不过武器是不长眼，如何降到最低这一点当然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而西方盟友呢表态不跟进，也不会跟着把集束弹给乌克兰。BBC 报道说，美国法律已经禁止生产、使用或转让集束弹哦。但是拜登却绕过了美国的法律，直接出新旧的弹药给乌克兰，会让有一些人有理由指责美国虚伪。那么俄乌战争到底有没有和平的曙光？现在送集束弹去是帮他加温，还是有没有可能让战事停止？英向有没有谴责呢？苏纳克回应，英国是签署了集束弹公约的国家，我们不鼓励，也没有谴责，他只是不鼓励。德国发言人说，德国不会提供集束弹，相信美国不是草率做出这个决定的。而加拿大也说，我们认真看待集束弹公约的义务，也鼓励各界遵循这项公约，就鼓励而已啦。所以盟友也没有人对美国这个行为发出 comment， 或是说是不满啊，或是反对。都没有，所以当这个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准备要在乌克兰这里使用的时候，对于平民是下了死刑吗？美国证实集束弹这件事情让人道组织就谴责了。国际人道组织说，这对平民来说根本是死刑。越战结束50年了，到现在辽国的民众还在清除美国的集束弹。国际特赦组织说，美国这个计划是倒行逆施，要求美国重新考虑。根据统计全球因为参与集束弹伤亡的人数97%都是平民，因为那些像地雷一样的存在，随时存在在平民会生活的空间里头，其中2%都是儿童会不小心踩踏，造成身体或生命的伤害。拜登说，美国销毁最后一批的化武库存，说人类在一战首度大规模使用这种致命武器，美国让他画下句点。所以他是把这些比较重武器或是伤害人命的武器，坏人去给乌克兰来用，那自己国家没事就好吗？教授，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要卖这样子的武器？其实是全世界反弹的，连他的盟国都反对，只不过是不好意思大声讲出来。拜登急了。2天前一个新闻出来，哈佛大学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今年呢，俄罗斯的经济的成长已经超越德国，
而去年整个俄罗斯发动战争，遭受到全球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44个国家跟地区，那他们希望说俄罗斯的经济在去年要降低，整个大概是10%、20%以上，拖垮一定要。结果这2天新闻出来，只掉了2%。哦，然后呢，人民的生活的水准已经回到了2021年的那个时候的时代，所以俄罗斯的经济没有被拖卡，反而你看到乌克兰的反攻停滞下来。哦，那这个时候呢，同时瓦格纳的这个事件，大家等于是好几年看好戏哦，结果发觉这个戏没有演下去，没有照西方期待的这个剧本。那瓦格纳现在的这个首领呢，又回到了俄罗斯，所以我觉得拜登急了，在希望说下半年哦，这个乌克兰的反攻要有急速的发展啊。那他觉得现在给这个集束弹，所以要求乌克兰承诺你不可以用在俄罗斯境内。可是各位，你用在哪里都一样，你用在乌克兰境内，事实上反而会造成乌克兰人或甚至将来乌克兰的小孩受到影响。这个什么叫集束弹呢？简单的说，它就是哑弹。它弹打出去很多那个小的那个子弹哈，那个儿子的子弹，那其实呢掉落之后它不一定会爆炸。它这个叫做爆炸的，就是说哑弹率哈。那当然美国会说它没有签的这个条约，但是而且它不断的精进这个集束弹啊，不断的精进的这个成果呢，他认为大概它可以现在到2%以下的这种哑弹率。也就是说，大概里面的这个小的这些子弹呢，打出去之后，只有不到这个2%的情况。也就是如果里面有200个子弹的话，大概只有2个的这样一个情况，或者是4个、6个这样子。但是各位，这个是真精准的吗？全世界都反弹。还记不记得美国一样卖布雷车给我们？1997年，全世界签署了反对人杀伤的地雷、反车辆的地雷，美国不签署。现在卖地雷给我们。我们在金门曾经在冷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布在金门的海岸超过10万枚地雷，到现在还没有清完。然后呢，越战的时候，美国使用沉剂，也就叫落叶剂，造成了多少人死亡？不只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越南的小孩40年来超过15万的儿童出生就是畸形的。美国到现在也没有去积极的面对，这都是美国。我现在不讲哈。将来一定会出来，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美国用了什么东西？是不是？他只要达成他的战略目标，达成他的政治选举的目的，拜登集束弹算什么？是不是？地雷都给我们台湾了，陈济也一样用了，也不后悔。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的很残酷的一个环节。人命关天这件事情残酷起来，大家又情何以堪？尤其是台湾。比较起来就可以知道这当中到底是谁心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美国要提供乌克兰集束弹这个武器，为什么引起国际这么大的讨论？将军，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集束弹这种武器在现代那么科学的状况之下，大家对这种武器还是把它当跟地雷一样这么危险、这么可怕。大家要知道，每一颗炮弹，我举一个就一定有一个保险装置，因为我们要搬运嘛。我们平常搬运的时候，一定要你如果说是没有安全的保险装置来讲，它就碰撞以后，如果它就爆炸的话，自己会炸到自己，所以都一定有保险的装置。譬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手榴弹好了，我们那手榴弹一定有个安全插销，要拉开来以后，对不对？要那个手还要握着那个压板，丢出一个压板弹开来，才会爆炸。那我们平常看那个炮弹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那炮弹出去它就爆了，不是，那炮弹出去以后，它里面有一个安全插销，利用反作用力弹出去的时候，出炮口的时候，它那个安全插销才会弹开来，才会形成被炸状态，撞到地才会爆炸。好，那集束弹是怎么样？就是它的概念就像是一颗炸弹里面，一颗炮弹里面放了很多颗小的手榴弹，那这些小的手榴弹里面都有安全插销的保护装置，以避免它在搬运的过程之中产生碰撞。那问题是说，你散开来的时候，洒到地上的时候，这过程之中，你没有办法保证说每一颗小的炸弹，它的安全插销都已经拔掉了，形成被炸状态，撞到地面的时候，它就会爆炸。它可能那个插销没有完全离开来，掉在地上。如果那个掉落在地面的时候，如果是掉到水塘，对不对？或者是刚离过那个
犁过田的那个农地、泥泞地，它就不会爆炸，留在那边。那这些东西是铁的东西，当然都是铁质的嘛，哈，钢铁的东西，它久了之后它就会锈穿，锈穿以后可能它的保险装置就坏掉了，所以40-50年之后，它可能还有里面火药是化学的东西，它还是会有爆炸危险。那美国这次给的很可恶，他给的是哪一年呢？我去查一下，1987年，30几年前的集束弹。你拿那种武器弄到乌克兰去，你是不是让这些弹药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故障率会更高？那我是很同情乌克兰的人民呐。前一阵子对不对被埋地雷，现在又英国的贫铀弹造成核污染，对不对？现在又是集束弹丢在那边，你说他将来他的农民怎么在这个地方耕作生存？这真的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那乌克兰，你泽伦斯基你自己要考虑看看，你可以不当总统，但是你的子弟、你的子民将来你的子孙将来要在一块土地上面生活下去，你怎么忍心用这种武器来伤害自己的同胞？是啊，乌克兰战争总要结束吧？那么怎么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这些武器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乌克兰的和平遥遥无期，只有看到美国继续送弹药了，而且集束弹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我觉得集束弹这个议题还是值得再往下谈的。第一个，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提供集束弹的，比如说是中国，你看中国到现在都不敢这个提供任何武器给俄国，美国还天天让你们那个，那如果今天是中国做这种事呢，那还得了啊？保证美国一定发动他的媒体的全世界轰，那把中国做的邪恶啊，多么的糟糕的事情。可是你看看刚刚提到贫铀弹，那英国也弄了。这个全世界都认为这不恰当的，120几个国家都签约说这个集束炸弹是应该禁止使用。违反人道，老美财大气粗，武力那么强大，这种不正当的、不道德的、不好的武器，他不签约，他不受约束。那你不受约束还罢了，你今天要提供给乌克兰，然后拜登就装出说：“哎呀，这是个很艰难的决定，这是个暂时性的决定啊。”然后就说不会投到俄国境内，那投到哪里？那就是俄国占领的现在的乌东地区，